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深水区财经频道。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，将迎来凯文·沃什接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第一次议息会议。全市场都在关注这次会议会传递出什么信号。本期视频就对凯文·沃什的首秀进行前瞻分析。本期视频主要聚焦以下3个问题。问题1：这次6月议息会议到底有什么特别的？为什么说它不是一次普通的议息会议，而是美联储政策框架转型的第一次正式亮相？问题2：沃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和鲍威尔到底有什么本质不同？市场把他简单贴上鹰派标签，这个理解对不对？问题3：如果沃什真的动手改造美联储的运作方式，这对我们手里的资产 A 股、港股、人民币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整期视频我就围绕这3个问题展开。先回答问题1：这次会议到底有什么特别的？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靴子落地是短期的，框架转型才是中长期的。大家可以先记住3个词：按兵不动、偏鹰表述、规则化转型。本次会议大概率维持利率 3.50% 至 3.75% 不变，概率 60%， 鹰派超预期 25%， 鸽派超预期 15%。但这组概率本身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为什么沃什的首秀比单次会议决议重要时。现在市场上交易员已经在对2026年12月加息定价，概率突破了 50%， 有的口径甚至接近 100%。但与此同时，主流投行还在写2026年按兵不动，2027年小幅降息。这2个定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预期差，而这就是本次会议最值得博弈的地方。如果你只盯着加不加息这个2元问题，你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事情。因此，要理解为什么这次会议重要，我们得先搞清楚按兵不动背后的3条约束。第1条，通胀仍高。5月美国总体 CPI 同比 4.2% 至 4.25%， 这是2023年5月以来的新高。大家想一下，这个数据出来之后，美联储有任何可能释放宽松信号吗？说白了，通胀这个约束直接把降息这个选项从首秀的桌上拿掉了。但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地方，第2条约束正好和第1条相反，核心 CPI 环比只有 0.2% 至 0.21%， 剔除车险后约 0.27%。这个数据又不足以迫使沃什在首秀就明显转向更鹰。也就是说，通胀偏高，但还没高到必须立刻加息的程度。所以按兵不动加偏鹰表述是当下最稳健的政策均衡点。第3条约束是劳动力市场仍具韧性。5月非农新增 17.2 万，明显高于预期 8.5 万，失业率 4.3%， 工资同比 3.4%。这组组合的意思是，经济没有坏到需要立刻降息，通胀也没有高到需要立刻加息。所以按兵不动不是沃什在犹豫，而是数据本身给出的答案就是不动。看完前面的3条约束，接下来是本次会议真正值得看的3件事，比利率决议本身重要的多。第1件，声明怎么改写？焦点是会不会删除此前带有宽松倾向的表述，尤其是 forward guidance 或者 easing bias 这2个东西。如果删了，那就是鲍威尔时代的可预测沟通正式告一段落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大家可以想想，如果沃什把点阵图这个工具弱化甚至废除，你觉得市场会怎么反应？现在所有人都在看点阵图上的那个中值，但如果有一天那个中值根本不存在了呢？这才是最值得博弈的制度变量。第2件值得看的是，就是点阵图怎么处理。市场往往盯着点阵图上的中值数字，但沃什本人对点阵图这个工具的态度是存疑的。高盛甚至假设他根本不提交自己的点阵，如果不提交，那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，他对用点阵图绑定自己和委员会这件事保持距离。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变化，比单次会议的利率决定更重要。第3件事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沃什首场发布会的叙事剧本。根据他过去的政策理念，
它大概率不会直接站到纯鹰或纯鸽任何一边，而是走中间路线 meeting by meeting， 承认通胀上行风险，同时保留对 AI 和生产率改善的中期乐观。这个叙事方式定义了未来1年市场该怎么给资产定价。大家可能觉得沃什就是鹰派的代名词，但我的判断是把它简单归类为鹰派，其实低估了它。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：沃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的真实立场是规则化加通胀纪律加削减沟通，这比单纯的鹰或鸽复杂得多，也对市场影响大得多。说白了，沃什和鲍威尔最大的不同不是更鹰3个字，而是他对央行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理解。鲍威尔时代核心是高透明度、前瞻指引、点阵图绑定；沃什时代核心是规则化、削减沟通、通胀纪律优先。这个切换才是本次会议最深层的主线。沃什的少沟通不是一个风格问题，而是一个政策函数问题。他的逻辑是，如果央行过度依赖点阵图和短期预测，市场就会把央行的未来行动视为一种承诺。一旦经济出现新冲击，央行反而更难修正路径，损害政策可信度。所以他弱化沟通，是为了把政策决策权从市场预期管理收回到会议本身和实时数据里。这对资产价格的二阶影响非常重要。短期来看，前瞻可视性下降会提高波动率；中期来看，市场会更多围绕规则和制度博弈，而不是围绕某一次点阵图上的个位数变化来交易。这意味着利率波动率中枢抬升，收益率曲线更易陡峭化，成长股估值中枢承压，美元获得制度性支撑。我们现在来推演3种情景，也就是问题1的延伸：如果会议结果不同，资产会怎么走？基准情形，概率60%利率维持不变，删除宽松倾向，通胀预测上修，点阵图中值不变，但右尾更鹰。沃什发布会强调 meeting by meeting， 并宣布启动对沟通机制和资产负债表的审查。在这种基准情形下，资产怎么走？2年美债收益率小幅上行或先上后稳，10年美债方向更复杂，曲线偏陡概率大，美元指数偏强，但升幅有限，美股短期波动后稳定，风格分化加大，黄金短期受美元掣肘，但回撤有限。说白了，基准情形下的市场反应更像一次靴子落地，而不是趋势性逆转。我的判断是，如果本次会议只是偏鹰按兵不动，那风险资产的短期压力会被高估。反过来，如果沃什进一步通过点阵图或表述把何时加息抬升为核心问题，那就是对当前市场鹰派定价的再强化，会带来第2轮冲击。这2个方向才是交易的核心博弈点。鹰派超预期情形，概率可能是25%，声明更明显，转向防通胀，点阵图中值或分布显著上修，发布会明确强调加息讨论升温。这种情况下，美债明显上行，美元强势突破100，美股下跌，估值压缩，黄金承压。这是一种沃什框架被市场确认为更强通胀纪律的情形。鸽派超预期情形，概率只有15%，弱化点阵图重要性，强调 AI 生产率和油价回落，暗示2027年仍有降息空间。这种情况下，美债下行，美元走弱，美股反弹，成长股弹性最强。但我要提醒大家，这是一个小概率情形，因为当前的通胀数据组合不支持沃什在首秀就给出鸽派信号。问题1和问题2都看完了，现在进入最关键的部分。问题3，这对我们中国投资者意味着什么？我把影响拆成3个市场来说 ：A 股、港股、人民币。先说 A 股，短期偏成长，长期防风格切换。逻辑是，如果沃什上任初期缩表并非年内重点， A 股短期受益于外部流动性担忧缓和，更利好广义成长。这一幕其实很像2013年的缩表恐慌，当时市场突然意识到联储要缩表，长端利率飙升，成长股暴跌。现在不一样的是，沃什不是伯南克，他更有可能先说再做，
用沟通改革来测试市场反应。但逻辑内核是相似的，当联储的政策函数发生结构性变化，资产定价逻辑也要跟着变。港股这边短期看美元，长期看流动性框架。港股是本次会议最值得重视的中国风险资产之一，原因很简单，它对美元指数和美债利率高度敏感，而且里面的科技板块估值弹性远高于 A 股。如果本次会议只是偏鹰中性，恒生科技可能先压后修；如果超预期鹰派，港股会比 A 股承受更大的分母端压力。人民币这边不是单边逻辑，而是三重拉锯。第一重，美联储偏鹰加中美利差对人民币构成压力；第二重，中美经贸阶段性企稳对人民币形成对冲；第三重，如果握实削弱沟通，提高政策不确定性，美元的制度性强势可能提升。这三股力量同时作用，意味着人民币更可能呈现偏强震荡，而非单边升值或贬值。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，回到开篇的3个问题。问题1，这次会议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它是沃什时代框架转型的第一次正式亮相，市场定价与机构预期之间的预期差才是核心博弈点。问题2，沃什和鲍威尔有什么不同？不是更鹰，而是规则化加削减沟通加通胀纪律，这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政策哲学。问题3，对我们的资产意味着什么？ A 股短期偏成长，港股对美元高度敏感，人民币走3重拉锯，偏强震荡。配置上，短期不宜把这次会议理解为系统性利空中国资产。A 股偏成长，港股偏科技，有望受益于不确定性阶段性落地。但中长期要警惕沃什框架转型带来的波动率抬升和风格切换风险。最后，真正要交易的不是6月18日这一页，而是沃什时代的政策函数。如果首秀只是开端，那么未来半年，全球资产会逐渐从鲍威尔式前瞻可沟通，切换到沃什式规则更硬、沟通更少、波动更高的新框架。这才是大类资产重新定价的主线。本次会议只是一个开始。至于结论大家认可与否，欢迎在评论区探讨。你对沃什首秀有什么判断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